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影，而你却带着笑向我走来。月色和血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欢迎收听《此生有你》，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向诗涵，已经是晚期了，回家和家人团聚吧，过好人生最后这段日子。从古至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喜欢写雪，但你若写雪，你不能只写雪，你要写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你要写一步浅，两步深，三步少年已白头。你要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的儿子们已经名满天下，他们一定是太忙了，才没顾得上去监狱看我。在这样的雪夜里，我为大家请来了歌坛新晋天后李思思小姐，她为大家带来了她的新歌《飘雪》。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连思思都当歌坛天后了，真好。那是，思思可是最年轻的歌坛天后。还有这夏家3个儿子，个个都是天才。大儿子夏凌风，大夏电台的金牌主持；二儿子夏晨舟，大夏最年轻的影帝；小儿子夏彻，惊涛涛创始人，大夏最大的电商平台。看来3年前我留下的剧本、歌曲、诗词、商业计划，已经让我的3个儿子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端。夏家的儿子这么优秀，可惜他们那个妈真是让他们蒙羞了。蒙羞？他们哪还来的妈呀？3兄弟发布会上已经说了，他们早就和妈断绝关系了。他们能有今天，都是李思思策划创造，在背后支持。他们啊，现在只认李思思一个后妈。而且夏先生都说了，财产和3个儿子一起交给思思小姐打理。只剩一个后妈？没有你这样的罪犯媳妇，我最后悔的就是20年前跟你结了婚。你敢说思思阿姨的歌词和歌曲是你写的？你还敢说你替思思阿姨顶罪？思思阿姨这么好，你却想毁了她？滚！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母亲。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还骗我们说得了癌症。去死吧你！我不是为了夏家的富贵，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不是这样的。诗涵，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争，我可以把一切功劳都给你。姐，你死在外面就行，你为什么要回来？没事吧？诗涵，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能让外人说我们凌风的歌词和歌曲是罪犯写的，那会毁了他的。你这个贱人，竟然想杀思思！该死！思思阿姨都不跟你争了，你却还想害她，还想害了我们所有人，你简直该死！凌风，你以前什么都想着妈妈，凌风，你一定不是这么看妈妈的，对不对啊，凌风？凌风，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妈妈，歌坛天后李思思。如果不是她为了我，她一定会成为最璀璨的明星。唯一的妈。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被你养了20几年。后悔是我错了，我这辈子终究是错付了。要是能重来，我没有你这样的罪犯媳妇。滚！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最后悔的事，就是被你养了20几年。向诗涵，你儿子送你的衣服我还给你，我什么都不和你争了，你救救我，救救我呀！李思思，救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那个人突然窜出来，我才撞了他。我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了，姐，你救救我！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了3年前李思思酒后超速肇事逃逸，让我替她顶罪的那一年。诗涵，只要你承认车是你开的，那他们就不会再追查了。这是要坐牢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逃逸，至少要判3年的。诗涵，我求求你，你就帮帮我吧。这些你写给3个儿子的诗，歌词我都不要了。只要你愿意帮我，我会向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子们承认，这2年是我抢了你的创作，是我逼迫你签下署名匿名合同。你不是最想得到你儿子的认可了吗？我这2年从你这儿抢走的一切，可都给了你的儿子们。我要是坐牢了，那他们得到的就会变成一个罪犯给的，他们的前途可就彻底毁了。你要是不帮我顶罪，那我去找你的大儿子。你大儿子如果不替我，那我就说是你3个儿子教唆我逃逸的。你太卑鄙了。是，我就是卑鄙，我只是一个外人，他们又不是我的亲老公亲儿子。你也不想看到你3个这么优秀的儿子被毁了吧？只要你愿意替我顶罪，我保证3年之后，等你出来的时候，你会得到你该得到的一切，你会得到你儿子的认可。重生了，我真的重生了。贱人，你个贱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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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贱人！我就是下贱，那又怎么样？哼，那又不是我的亲老公和亲儿子，我只是一个外人。向诗涵，你也不想你的老公和儿子被毁了吧？你就这么吃定我会帮你顶罪？我的好闺蜜，当初你为了那几个儿子让我帮你付出，从你答应我的条件签下放弃署名权的协议开始，我就吃定你。像你这种从底层出来的女人，自卑、敏感，渴望家庭温暖，为了你的几个儿子放弃你的前途，让你死了都行。是，为了那3个儿子，我死都不怕。你敢说歌词和歌曲是你写的？你这个白眼狼，劳改犯，还骗我们说得了癌症，去死吧你！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妈妈，歌坛天后李思思。夏诗涵，我劝你，在你去坐牢之前，最好把你新创作的歌词、歌曲、商业策划通通给我，这样我还能帮你照顾好你的老公和儿子。哦，对了，还有帮你继承夏家。李思思，只要是以前，你肯定有得逞，但是现在，你别……现在又怎么样？怎么，你还想打我不成？那可是你最爱的儿子，打你怎么了？不好意思，那几个白眼狼养子我不要了。现在的我，不受任何人威胁，我向诗涵只活自己。你居然敢打我！你这个打的就是你！你才是个畜生！畜生！畜生！住手！你怎么能这样欺负思思呢？思思，思思阿姨，思思阿姨，没事吧？哟，没打到你老婆身上，却打到了你的白月光，这得多疼啊！我的好老公，你对李思思下手也太狠了一些。你这个毒妇！思思，没事吧？混蛋！你刚才为什么要躲？你知不知道你一躲，思思阿姨受了多大的伤害？那你为什么又要躲呢？我的好儿子，我为什么不躲？你能跟我比吗？你能跟思思阿姨比吗？
一个每天只知道洗衣服做饭的废物，你怎么能跟思思阿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比？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教养！你敢打我？我打你怎么了？妈，你凭什么打我二哥？我二哥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明明都是你的问题。你能不能把你从乡下带来的那些臭毛病改一改？你的规矩、教养都被狗吃了吗？我不仅要打他，我还要打你！我就是没有规矩，没有教养，都喂狗了，怎么了？泼妇，你这个泼妇！你是要气死我是吗？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婆，你给我滚，滚出夏家！好啊，夏先生。诗涵，你不能走。思思，你让他走，他都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让他滚出夏家。夏帆，诗涵他不能走，他肇事逃逸，想找我顶罪。他要是走了，那我就要被抓去坐牢了呀！什么？他肇事逃逸，找你顶罪？丧心病狂！夏家有你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家风败坏。门口的警笛声就是来抓你的吗？你就是嫌思思阿姨不替你顶罪，所以才恼羞成怒的吧？我也不是不能帮诗涵顶罪，只是我要是被抓进去了，那谁来给3个孩子写稿、写词、写商业策划呢？好，真是太好了，李思思，你不仅演得好，你更会倒打一耙。你觉得警方会相信你这些屁话吗？蠢货！你给我站住！陈州，去把督察官找来，把这个毒妇抓走。好。督察同志，逃犯，就是他。你好，我是江城第3交通支队队长，我们正在追查一名交通肇事者，请你配合。快把他抓起来！虽然她是我妈，但我们夏家绝不包庇罪犯。请问江 AW48是你的车吗？车速这么快，飙车的地方又没监控，只要我咬死了是向诗涵，就没人能证明是我。哦，是我的车，昨天晚上被这个毒妇给偷走，闯祸去了。昨天晚上8点20分，你在江山路上飙车，撞到了一名行人，造成了多处骨折，并且肇事逃逸，是否属实？不属实，肇事逃逸的是李思思，不是我。督察同志，我作证，逃逸的就是他。对，我也作证，就是他，诬陷思思阿姨。我也可以作证，昨天晚上他就没在家，所以肇事逃逸的就是他。诗涵，你老公和儿子们都已经作证了，你就不要一错再错，赶紧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啊！一群狗叫也能作证，我还能作证，肇事逃逸的就是他，李思思。督察同志，你们不是有监控吗？查监控！诗涵，你还是赶紧认罪吧。要是把事情闹大了，你的儿子们跟你老公可都要丢脸了。大哥，发生什么了？怎么督察来了？大哥，都怪妈肇事逃逸，她还诬陷思思阿姨，想让思思阿姨替她顶罪。肇事逃逸？妈，诬陷思思阿姨？不会的，我相信我的家人，她绝对不会肇事逃逸的。不是你相信就行，凡事要讲证据。去把肇事路口所有监控调出来。是。通过监控可以看出肇事车辆，但由于肇事车辆车速过快，导致司机面部无法看清楚。这监控根本看不清，是谁开的车？妈，思思阿姨，你们2个就实话实说，告诉我，到底是谁开的车？林峰，你这么看我，就认定这事一定是我做的吗？就是你。思思跟我是青梅竹马，我对她知根知底，她懂规矩，有教养，怎么可能肇事逃逸呢？既然你们没人主动承认，那就全部带回去接受调查。带走！不要！夏帆，林峰，救我！等等！我想我可以证明是谁开的车。
证明，林峰，这一世你又会怎么选择？怎么证明？妈，对不起，我不能为了帮你而伤害思思阿姨。你是养了我20多年，但思思阿姨也一路上帮了我好多好多。不过妈，你放心，无论你坐牢坐了多久，只要你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啊，还是会加倍对你好的。是吗，林峰？你就这么认定，坐牢的一定会是我吗？妈，你就不要再狡辩了。司机身上那件风衣是我在他生日那天送他的生日礼物，所以肇事逃逸的人是我母亲。夏凌风，你仅凭一件衣服就敢断定肇事逃逸的人是我？妈，你就不要再狡辩了。虽然这监控看不清你，但那件风衣就是我送你的那件衣服。妈，你可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是，太失望了。妈，你自己做错的事要自己承担责任。我们几个呀，也都长大了。你作为一个养母，你的责任已经尽到了，而爸爸和思思阿姨也会很好的照顾好我们。妈，你就好好去牢里改造，好吗？这位同志，从现场刹车痕迹上看，你认为车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视频，肇事车辆车速至少180，在路上完成几个高难度动作，撞到行人后原地旋转180度，横向漂移，逃离了现场。所以我断定，这人一定是一位赛车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思思从小就是个赛车爱好者。思思阿姨是赛车手，那又怎么了？她这么贤惠，不像你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女人，把车开得那么快，撞了人之后还肇事逃逸。没错，思思跟我是青梅竹马，她为人低调乖巧懂事，是所有人公认的大家闺秀，她怎么可能去肇事逃逸呢？啊，向诗涵，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她呢？妈，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的好老公、好儿子，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根本就没有驾照？你没有驾照？这怎么可能？这5年来，我唯一一次摸车，就是你把车送给李思思那天。你嫌我脏，你忘了吗？脏。林峰，你爸真的要把这辆车送给我？对。真好看。好了嘛，你这手别把这车摸脏了。思思阿姨，快上去试一下吧。走，我们去兜风。我竟然不知道，妈，你连车都没摸过几次，更没有驾照。但肇事逃逸的人是思思阿姨，难道我真错怪我妈了？林峰，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会不会是向诗涵？他无照驾驶，穿着衣服的明明是他呀！凌峰，你怎么能怀疑思思呢？她这么知书达理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肇事逃逸呢？没错，向思涵，她就是满口谎话，没有教养。你怎么能相信她说的，而不相信思思而已呢？妈，我没送你车，是我不对，但这件衣服明明就是我送给你的呀！啊，你无证驾驶了，对吗？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表达我没送你车，你的不满。不满？我还敢不满吗？从这件衣服送给我的第一天起，就已经被他给抢走了。在你们眼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永远都是那个满嘴谎言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所有的错都是我做的，所有的罪都由我来扛。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用。在你们心里，对我的成见比天高，
比海深。可是，你说思思阿姨抢了你的衣服，这么幼稚的事，你叫我们怎么相信啊？好了，技术总局已经搞清楚肇事车辆的行动轨迹，上一个路口的监控视频已经查清楚。小刘，处理一下。不用查了，是我。如果真的要一个人坐牢的话，那就让我去吧。你真让思思阿姨替你顶罪吗？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没担当！妈，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思思阿姨，你没必要为她顶罪，我们呢，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委屈。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你才知道悔过。给我查！林峰，好了，思思阿姨，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查清楚，查明白，让这个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查吧，查出真相来，希望你们不要哭就好。就是这辆车，从南向北。这也看不清楚啊！把这个画面重新播放，放慢10倍。停！就是这个画面，给我放大，放清楚，到底是谁？妈，一定是妈！证据马上就清晰了。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在结果没出来之前，说什么都太早了。结果就是把你送进大牢。妈，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悔过之心吗？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失望？你还是先看清楚这上面是谁，你再失望也来得及。怎么可能是思思呢？不，这一定是搞错了。怎么是思思阿姨？爸，这不是你的车吗？果然，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为了李思思，他们会不惜牺牲任何人。上一世，我就像个傻子一样，为他们付出了一切。陈舟，我不想坐牢。我要是坐牢了，谁帮你们写歌词、歌曲，还有商业策划呀？李思思，你的这些作品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哪个不是你拿着合同来逼我，从我这里抢走的？够！思思阿姨已经为你坐牢了，你还要抢走她所有的功劳吗？妈，思思阿姨为我写的商业策划，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给林峰写的稿件，马上就可以让大哥享誉全球。就连他自己的作品，也在成为天后的路上。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只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你到底为什么不能替他坐牢呢？因为我不是他妈。你们一个个的这么高尚，怎么不帮他坐牢去呢？啊，你们谁愿意去？你愿意去吗？你还是你去？现在证据确凿，李思思，你涉嫌肇事逃逸，我代表江城第3支队将你带走。林峰，我都是为了你呀，我是为了赶回来庆祝你荣升金牌主持人，我才超速的呀。等一下，李队长，帮我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他们原谅。李队长，帮我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他们原谅。林峰，妈害怕，林峰。妈，你别怕，等你去牢里了，好好改造。我们等你出来。老公。对，只要是不让思思阿姨坐牢，什么代价我们夏家都能接受。对，我现在就给公司财务打电话，让他们重启一切资金。我早该明白，就算林峰是真的关心我，但在我和他心心念念的思思阿姨之间，他
他还是偏爱另一个。据反馈，被害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如果你们能达成和解，还是能保住他；如果达不成和解，我们随时会将他逮捕。小刘、小李，我们走。思思阿姨，思思阿姨，你放心，不管我们花多少钱，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是吧，爸？没错。好一个情深意重啊！那我就祝福你们一家人从此幸福美满。你给我站住！妈，你要去哪儿？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特别多余吗？妈，你们有李思思一个妈就够了，我活得连狗都不如。不是妈，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你和思思阿姨都是我的家人，在我心里，我对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夏凌风，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恶心吗？都是一样的，你好好想想，我要被抓走坐牢时，你是怎么说的？李思思要被带走时，你又是如何做的？无论你坐牢坐多久，只要你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呢，还是会加倍对你好的。不管我们花多少钱，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我只是，我觉得，即便是你要被抓去坐牢，我也不会让你去坐牢呀。够了，夏凌风，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是单纯的坏，可我没想到你比他们更加自私，更加令人作恶。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从今天开始，我要与你，与整个夏家恩断义绝。你们这几个我养了20几年的白眼狼儿子，我向世涵不要了。你再说！我说，我要与你，与整个夏家恩断义绝。我要把你们这些年从我这里拿走的，通通都夺回来。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这个白眼狼，为你们这几个养不熟的狼崽子天天洗衣做饭。你再说！恩断义绝！再说！这第一巴掌，我念在曾经大学时期帮助过我的份上；这第二巴掌，看在你这些年为这个家人模狗样的，我忍了；这第三巴掌，我念在你曾经叫过我几声老婆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这最后这几巴掌，就当断了我们这辈子夫妻情分了。现在情分没了，夫妻关系也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打我？妈，你真的要与我们断绝情分，跟我们断亲？难道这几年对我们没有动过真感情吗？是，我们是错怪了你，但都是为了你。又是为了我好，我被诬陷成肇事逃逸的罪犯时，耳边都是你们的咒骂声，那声声的咒骂就像一把把的刀，恨不得把我刮干抹净了丢去喂狗。让我背锅坐牢，也是为了我好。是啊，谁让我只是一个会洗衣做饭、不会追名逐利的废物啊？这些年来，你们嫌弃的眼神就像一根根针，深深扎在我的心窝子上。我咽下的委屈，你们谁又听见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为了支持你创业，你让我辞了工作回家带孩子，寒冬腊月，小峰发烧，我一个人抱着他跑了3家医院，我的双手长满了冻疮，还要回来给你们做饭。夏帆，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你要养我，会让我过上好日子。你们是过上好日子了，我过上了吗？你们一个比一个更能糟践我的心意。我竟然不知道，妈当年受了这样的苦。你考上大学那天抱着我说，妈，以后我养你，让你享清福，我相信了。
我把你们4个当成了我的全部，每年换季的衣服，我都是一个个熨烫去整理。夏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灰尘，我整整打扫了23年。你们在外面吃香喝辣，可我就在家里面吃剩菜剩饭。就因为我买了一件新衣服，你们就说我不懂得节俭，在家闲着还乱花钱。那我今天就要问问你们夏家，真就缺我这件衣服钱吗？我不甘心，我拼尽全力把你们一个培养的比一个优秀。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的妈妈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可我还是错了，你们变得这么势利，变得白眼狼，甚至认贼作母。我这些年的付出算是白费了，我在这个家里活得连个保姆都不如。妈，我们……你们不是不相信这个家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我吗？你们不是不相信所有的歌曲诗词、电影企业策划都是我写的吗？那好，我就要让你们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把你们通通踩在脚下。大哥，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对她的偏见吗？大哥还说什么所有创作都是他写的，我看他就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关注才搞这么一出。就是走就走吧，这样的妈我也不想要。她走了之后，我们的家庭一定会更好。让她出去吃点苦也好，只有这样，她才能知道咱们对她有多好。都怪我，是我因为业务繁忙而忽略了妈的感受，是我们对她的关心不够多，所以她才会生气。我一定保证要把她给带回来，好让她知道，即便是做个家庭妇女也很伟大。凌风说的对，还是早点把诗涵接回来吧，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原因。不，思思阿姨，这不能怪你，毕竟你也是为了我们好。不如让妈多出去冷静冷静几天，让她多吃点苦头。到时候我把妈接回来的时候，她才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妈不是说我们能有今天都是因为她吗？她不是吹牛说她会写诗会创作，那就让她放手去做，让她来打败我们。此生有你，你夏家人不是骄傲吗？不是看不起我吗？那我就在你们最骄傲的地方把你们一个个打落神坛。夏凌风，你是第一个。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咱们1024电台收听率已经跌到谷底了，谷底！你们都是猪脑子！咱们有10几个栏目吧，既然干不过此生有你的夏凌风，区区一个夏凌风，月亏损啊！再这么亏下去，你们告诉我，我还有什么脸面，拿什么跟上面交代？部长，你先别激动嘛，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打造出能抗衡这个夏凌风的电台。屁话！你说这种屁话跟我说多长时间了？你说，我告诉你啊，还告诉你们，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这收听率如果再上不去的话，我辞职！你们一个个全部去此生有你电台去伺候那个夏凌风。部长，这1个月的时间哪能够啊？进来。你好，请问咱们江城电台还招主持人吗？能打败此生有你夏凌风的那种。我的妈呀，你谁啊？你知道夏凌风是谁吗？他可是集诗词歌赋嗓音于一身，集满天赋的这么一个金牌主持人。不要开玩笑了，咱们回家做饭去啊！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反正你们不是快倒闭了吗？部长，要不咱试试？这死马当活马医呗。混账话！谁死马？他叫什么？咱们知道吗？他凭什么打败夏凌风啊？就凭这个16字风水秘传。这是什么呀？凌风，部长命你今天全力以赴，必须彻底压垮1024电台，完成对他们的并购。收到。
欢迎收听《此生有你》，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其实，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是在当下。还有，眼中景，碗中餐，身边人，三餐四季，家人闲坐，幸福安康，灯光可亲。我的好大儿，我写这些的时候，真没想到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哎，疯了！我真是疯了，竟然让这么一个老女人在黄金段播放《1001夜》的故事。这可是1024最后一个稍微还有点收听率的时段，这要是出现什么纰漏的话，我就等着被总裁直接撤职了。哎呀，部长，这早死晚死都得死，还不如让他试一试，跟那个夏凌风打打 PK 呢。就算他播成一坨屎粑粑，那我们也可以在同一时段恶心他们一下嘛。过了今晚，这电台就不存在了。也行，恶心恶心他们吧，开始吧。大家好，这里是江城1024 1001夜，一夜一个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向诗涵。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盗墓，它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也不是写字画画，而是一门具有破坏性的技术。啥破电台呀？换主持人，1001夜，盗墓，更没人听了。故事要从一本16字风水秘传残篇开始说起。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他败家，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他还骗钱，骗得所有人都把他当成臭要饭的，趋之不及。我爷爷还骗我太舅爷爷，说他要娶新媳妇儿，这才从他手里骗来了20块大洋。他为了应付这差事，就找来了一个纸扎的女人，他用水彩画了眉、眼和鼻子，远远看去就跟活人一样。我去，花了20块大洋娶了一个纸媳妇儿，还挺有意思的。我太舅爷爷想见见我爷爷娶的这新媳妇，可我爷爷死活拦着，就是不让见。他越拦越觉得有问题，我太舅爷爷更加起了疑心，这2下便争执了起来。就在此时，里屋的门帘掀开了，竟从中走出个女子。她皮肤白皙，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红嘴唇。我爷爷一看，这不是我找人狐的纸人吗？他活了！我去，这纸人媳妇竟然活了！快听快听，1024有惊喜！惊喜啊！怎么样？播出之后，这数据是不是清零了？这刚才的收听率确实有点下降，不过现在已经开始上涨了。这现在的收听人数58000，比平时的4万还多一点呢。好，夏凌风他的数据是多少？看看。哦，我看一下，这此生有你的流量依旧稳定，1800万。1800万，咱们是58000，这数据怎么比？还想着恶心别人呢？切，人家根本不会在意的。那纸人活了。就见这女子僵硬着身子走到我爷爷耳边，悠悠道：“如果有一天你穷到活不下去了，你就到13里铺外的荒坟来找我。坟地的中间，一座没有碑的孤坟，棺材里就是我的尸身所在。那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敢来，这些财宝你尽管随便拿去用。”哎呦，师傅，不好意思，师傅，我演出赶时间，这些钱都给你，我加钱。你吓死我了！走，大妹子，你这装走，差点没把我送走，下场！哎呀，兄弟们，快今晚电台，1024
故事很精彩。黄金档讲恐怖故事，我睡不着，你也够拼的。别睡了，快来听。又吓尿了！我去，此生有你的流量开始下跌了，小部分听众被吸引进来了啊！现在收听人数已经上百万了，这还是这几年来咱们这个1024电台最高的一次呀！是啊，上百万了。哎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思思阿姨写的稿子也太感人了。我们的收听率应该破纪录了吧？刚开始我们的数据是达到了1800万，但是现在不断的下滑，已经下滑到1600万了。还有听众不停的流失啊，不停的流走，这怎么可能？那听众都流去哪儿了？检测数据上面显示，全部流失在江城1024电台。江城1024，那个快要倒闭、快被我们公司收购的电台，我倒要听听。我爷爷一听，神经亢奋了起来。他一咬牙，一起身，拿起了铁锹，哼，掀开了棺材的盖子。这棺材中赫然躺了个美女，她高鼻梁，大红嘴唇，白皙的脸庞用胭脂点了2个大红点儿，凤冠霞帔，红色丝绸，吉祥袍的新娘子。播音功底也太强了，引人入胜，绘声绘色。不过，这声音听起来怎么像我妈呢？这1024的新主播也太厉害了吧！这感染力，这都不亚于大哥了。这该不会是哪个民间艺术家吧？可在我爷爷眼里，他只看见这棺椁中女子身上佩戴的首饰，这些金银珠宝在夜灯的光线下闪着诱人的光。爷爷伸手就要去撸那女子手上佩戴的戒指，爷爷手刚伸过去，那新娘子突然，她手臂一翻，握住了我爷爷的手腕，钢钩一样的长指甲有1寸多，深深陷入了我爷爷的肉里。我爷爷被吓了一跳，他抬眼一看，那新娘子正瞪着流血的瞳孔，死死地盯着他的眼。这到底是谁？这播音感染力也太强了吧！他至少得有20年的播音功底。这1024的新主持，到底是谁？这1024的新主持，到底是谁？找到了，1024电台1001页新主持资料。向诗涵，夏主持，您认识他？那您看，能不能把他挖到咱们电台来？就在刚刚，1024电台的收视率已经突破了800万。要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咱们会很受到威胁的。挖过来，只是这声音怎么听着像我妈的声音？喂，夏彻，你知不知道妈最近在干嘛？哥，你提他干嘛呀？真晦气！你没别的事儿，别打扰我听电台故事。啊？你也在听电台？没错，这个1001页的新主播，这也太厉害了吧！这故事讲的跌宕起伏的，真有2把刷子呀。但是，你觉不觉得这个新主持的声音有点像咱妈呢？妈，哥，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他除了会做饭、洗衣服，哪能写出来这么好的故事？那可能是我太担心妈了吧。啊，对了，三弟，你有空的话也四处打听打听，咱妈呢现在在哪儿？咱们呢得赶紧把她接回家吧。啊！哎，部长，800万了！这第一次播就收听率800万！哎，部长，这是不是比咱们最巅峰的时候还要高啊？哎呀，此生有你的夏林峰啊！啊，也不过才1000多万吧。啊，我觉得我们很有希望能够赶超他们。不，告诉肖世涵，让他继续播，一鼓作气。好，刘芳，现在1001页这么火爆，咱们会不会被他们打败呀？不可能，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打败我夏林峰。哎，好了，快出去吧。接下来
我会唱一首歌，是我的歌曲首秀。这是思思阿姨留给我的底牌，我绝对不会输。喂，什么？夏凌风要唱歌，还要进行歌曲首秀？哎，行，先这样。部长，这夏凌风太不是东西了吧，一点不给咱们机会啊！向诗涵，夏凌风要唱歌，说要进行歌曲首秀，你再坚持一下，实在不行，你把刚才的故事再讲一遍，你一定不要让我们输的难看。唱歌？好的好的，你是急了吗？你以为拿着李思思偷我的2首歌，你就稳操胜券了？那我就1首歌让你认清事实。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感谢这几年大家对我的支持，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唱一首歌，一首最疼爱我的阿姨给我写的原创歌曲，来回馈给大家。快快，大夏第一！有你第一暖男首次现场，快收听第一暖男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假如爱有天意》。哇，没想到男主持唱歌也可以唱得这么好听。这个夏凌风，他就是哗众取宠。哎，你说他一个主持人，他唱什么歌呀？你看，我们的收听率现在已经下降了50万呢。听众朋友们，故事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一首我自己的歌，送给曾经的我们。这会儿唱歌，播得好好的，唱什么歌呀？啊！告诉他，让他继续播，继续给我讲故事。向诗涵，部长要求你一定要讲故事，千万不要唱歌啊！哎呀，你是不知道，这个夏凌风的阿姨叫李思思，是著名的创作人兼歌手。你跟她比唱歌，你肯定输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后来》。后来，这什么破名字嘛！啊！哎，完了，这下是彻底完了，这要不出事情才怪呢！哎，我们要被这个此生有你活活的踩死呀！后来什么怪名字，没意思，不听。我的初恋英英，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还别说，听到这首歌呀，我想起我年轻时候追女神的样子。为什么听着这首歌，我心里好难受？怎么突然有点想哭呢？哎，我也是老了，也想起年轻时候的样子了。兄弟们，都来给我听歌，都给我哭，快来给我哭，快！新曲，这个主持人唱歌也太好听了。这个向诗涵，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天哪！大师级的播音水准，金曲品质的歌曲，天堂级的唱功啊！这102次的主持人也太厉害了，唱的我都快哭了。哎，就是，比大哥唱的还优秀。是啊，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
感谢大家收听林峰的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啊，部长，你看，我有点不敢看了。说实话，我不太懂音乐，但是我听他这歌吧，真的是京剧品质的歌曲，咱们收听率不应该会很低吧？你看呀，我没有看错吧？今天的收听率的确达到了历史新高，2200万，太好了！但是压不垮1024。什么？我们2200万的收听率，还压不垮一个小小电台？那他们的收听率是多少呀？也是2200万。2200万？这不可能！竟然和我们持平！凌峰，今日是持平了，但是对面是一位毫无名气的主持。今日他一炮而红，明天输的可能就是我们了。2200万的收听率啊，这不是跟《此生有你》的数据持平了吗？啊，我们跟《此生有你》持平了，我们赢了！向世涵，不，向女士，以后你就是我们台的一姐。你以后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跟我提，我全部答应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打败此生有你，把夏凌风狠狠地踩在脚下。这怎么可能？今天是我的歌曲首秀啊！1024那个小小电台，他怎么可能超越我？他是不是又写什么新故事了？他也唱了一首歌。不是，有没有弄错呀？我唱歌，他也唱歌，而且他唱的歌还超越了思思阿姨给我写的歌。不可能！我倒是要听一下他们的回播。这么好听。是我输了，他的这首歌，无论是品质还是唱功上，都远远超越我。今天收视率持平，那明天我们怎么办？这个1001夜主持人向诗涵，到底是何方神圣？向诗涵，他为什么偏偏叫这个名字？要是我母亲向诗涵有他一样的才华就好了，我也不至于越来越忽略他。你母亲是向诗涵，这个主持人是你妈妈？这怎么可能？我母亲要是有她一样的才华，我做梦都会笑醒。不过，我不管她是谁，她都不可能打败我夏凌风。我相信思思阿姨，她也一定可以写出超越1001夜的故事。1024电台，向诗涵。不管你是谁，你都不可能比思思阿姨更加优秀。夏凌风，我的好大儿，明天我就要在你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把你打入尘埃。思思阿姨，你还有没有新的稿子可以给到我呀？之前给你写的稿子，这么快就用完了？向诗涵之前写的那些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上哪儿给你写稿子去？是这样的，最近那个市里的电台，无论是讲故事还是作词作曲，都远胜于我。他已经把收听率给我扳平了，很难讲之后会不会超过我。1001夜，哎，这不是我们最近听的电台吗？哦，对。哎，你们说这1001夜的主持人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那个主持人还和咱妈同名呢。咱妈？妈？嘿，我倒是真希望他有这才华。像这种天才呢，那肯定是万中无一的。那咱妈呢，那就是个普通的妇人，怎么和人家比呢？哎，三弟，
对了，你知道咱妈的消息了吗？你还真有主动把妈接回来。咱妈又没赚钱能力，那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自己就灰溜溜的回来了。虽然我们妈给不了我们工作上的助力，但好歹也是辛苦把我们3养大的，是不是？怎么能说不管就真不管啊？好，我给你把她带回来就是了。哥，你先忙你电台的事吧。啊。哎，思思阿姨，之前的稿子呀，让我获得了金牌主持人称号。你到底还有没有稿子，让我重新拿回第1啊？凌风，我最近都在写歌，真的没什么时间。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呀！之前我问你要稿子，无论我要的有多急，什么时候要，你都会第一时间给我。这以前是向诗涵那个傻逼，只要你们说要稿子，他都能不眠不休的给你写。难道现在也让我给你当写报吗？林峰，我有办法了，不是明天电台要直播吗？我去给你当嘉宾，这样不仅能宣传我的新歌，还可以帮你提升收视率，一举两得。那就太好了，思思阿姨。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能创造新的收听记录。向诗涵，刚刚接到消息，夏凌风的电台要邀请天后李思思做嘉宾，说是要发表新歌。这下完了，天后的粉丝那么多，而且她唱歌的效果肯定比夏凌风还要强啊！李思思要去《此生有你》唱歌。向诗涵，我跟你说，打败夏凌风可能是咱们的幸运，但是李思思她可是天后啊！你跟她比唱歌，你是比不过了。哎，你可以继续讲你的鬼故事吗？啊，哎，对，只要这个收听率别低得太难看就行啊！这本来昨天的收听率能够持平，本来想着今天要超过他们，现在全完了。哎，夏凌风有这样的人脉，我们要想打败他，只能等奇迹了。没想到能打败他们的那一天，来得这么快。你放心，今天就让你们见证奇迹。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影，而你却带着笑向我走来。月色和血色之间，你是第3种角色。欢迎来到《此生有你》，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今天是大雪最后一场，我为大家请来了歌坛新晋天后李思思小姐，为大家带来她最新的歌曲《飘雪》。我去，月色与血色之间，你是第3种角色。夏凌风不愧是天才主持人啊，这诗写的太好了。快听《此生有你》啊！今天还有歌坛天后，思思女神。思思天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向诗涵。今天我继续为大家唱歌。来了，也不知道今天这个主持人唱什么歌。哎呀，你说大哥跟思思阿姨的电台已经开始，可是我想听那个1001夜。你说那个新主播他又会搞什么花样？哎呀，纠结。你说我听哪个？小天后居然去了《此生有你》，听说还要唱新歌呢，大家快去呀！天后加油，女神加油！咱们电台的收听率正在下降，现在已经跌到500点，这听众都流向了《此生有你》，我们全完了。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叶，就像你我的终结。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盛满温暖的从前。太好了，我们直播间的数据直线飙升，已经突破1300万、1400万。果然，思思阿姨写词写歌能力无人能及，这样好的歌也只有她能写出来。今天的收听率应该要破纪录了。接下来我会随机接听一位听众，根据他的故事，为他创作一首原创歌曲。根据自己的故事创首歌，真的假的呀？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商量好的，找的托。雪花像绽放的梨花，天地间肆意的飘洒。纵情在一刹那，唱的真好，好好听啊！风吹乱我的发，撕开我记忆的伤疤，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果然是天后，还是这么的好听，再搭配上夏凌风那磁性成熟的声音，加上这配曲，雅，实在是太雅了。没错，李天后的声音简直太好听了。飘雪真的太好听了，不愧是李天后呀！现在听众反馈非常好。思思阿姨果然优秀，她写的稿子和歌都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高度。1001夜现在的收听率应该急速下降了吧？我去，你们听到了没？那个1001夜的主播竟然要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真的假的？我去听听。要不然我们还是听1001夜，这个叫做斯坦迪情。对。好，我们现在来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你们真的能根据我的经历现场制作一首歌曲吗？当然，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是一个小三。我是一个小三。我去，这也太炸裂了吧！确实啊。我是一个小三。我知道他有老婆和孩子，我依旧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别人口中那个不要脸的贱人，一个小三。这小电台这么狠吗？哎我去，快去听1001夜！都是唱歌，还不如听李天后呢。你懂什么？有人在他的电台里爆料当了小三，还有主持人根据他的故事写一首歌。我去，这么刺激啊！我去看，我去看。应该说，我也是刚知道我是一个小三。我一直以为我跟他是正常的恋爱。他给我买车买房，他不让我工作，他说他会养我一辈子。我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我真的以为我一辈子都可以和他在一起。我就是他可有可无的影子。直到那天，我看到他和老婆孩子一起逛街，他笑得那么开心，我手足无措。哎，部长，这听众都在持续进入啊，这故事肯定太炸裂了，听众们都被吸引进来了。我也想过和他分手的，可是他给我买车买房，他不让我工作。如果我跟他分手，我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我不知道该依靠谁。主持人，你能根据我的经历现场创作一首歌吗？我去，这也太刺激了！根据故事写歌。当然，我已经写好了。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就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那另一个困境。这么快就创作出来了，输赢的勇气。厉害，这主持人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把歌创作完了。我没有决定
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感谢天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接下来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要听的歌，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来进行一个点歌。凌峰，我们直播间收听人数不涨了，停止在1500万，听众又流向隔壁电台了。什么？让我们来接听听众连线。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可以点歌呀？我们这里当然可以点歌，请问您是李天后的粉丝吗？你想听什么？只要是我的歌，我都可以满足你。那能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现场创作吗？现场创作？这需要时间，需要灵感，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不是你们说的能够根据听众故事现场创作歌曲的吗？你们不是1001夜吗？我们这里是此生有你，请问您还有别的要点的歌吗？那算了，我要去1001夜。我要主播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给我量身创作一首歌。这要根据听众的故事进行现场创作，我堂堂天后都不一定能做得到，别人怎么可能做得到？我在这里警告一些居心不良的同行，请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不要玩一些歪心思，找一些托来我这闹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连线。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举手误会你，从不曾犹豫。这也太好听了！感觉像是一枚被困在棋盘上的棋子，被一双无形的手控制着。它僵立在格线之间，奋力的想跳出这方天地，却终究挣脱不了那根牵动命运的引线。我已经被它彻底俘获了。部长，我们的听众这么快就涨到了1500万，1500万呀！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这忧郁的嗓音将这份无奈和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好像看到了那枚棋子，他多么的无助，他无法预判自己将落向何方，他把他的命运都交出去了。我不是你全凭之气啊！一念之间的善恶。这首歌完完全全唱出了我内心的感受。我本来以为这么短的时间内，他顶多写一首普通的歌曲，没想到又是一首金曲。那这说不定他比思思阿姨还厉害。来去全不由自己。快查，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出500万，500万不够就出800万，800万不够就出1000万，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到我们公司。手控在你手里，我却手控在你手里。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
脚的防备，已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2800万，2800万还在上升，勇气也没有这个真是创造奇迹了的幸运。凌峰，我们收听率已经跌破800万了，听众全部都流向1001夜电台。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喂，是不是你们说的能根据我的故事写歌呀？打错了，已经不足300万了。主播，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初恋，你们能给我写首歌吗？打错了。喂，我跟你说我的故事，你能不能给我原创一首歌曲啊？打错了！给我写歌呀！喂，请问这里是1001夜吗？我再说一次，我们这里是此生有你，此生有你，不是什么1001夜。林峰，不播了吗？那这节目不就开天窗了吗？都已经没人听了，我播它干嘛？这1001夜的主持人，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回事呀？这肯定是挂羊头卖狗肉，连我都不能保证现场创作，他怎么能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进行创作？这不开玩笑吗？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谁。我不是你眼中唯一降临，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这位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样？这首歌完全唱出了我的心境和委屈。你喜欢就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凌峰，你怎么了？对了，他不是说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吗？我这就打电话过去。没错，我看80%呀，就是他们电台在做戏罢了。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彻底的身败名裂。这位听众你好。喂，我听说你们这儿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来进行原创歌曲啊？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故事想要分享给你。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我儿子夏凌风。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有一个妈妈，她是我们的养母，养了我和2个弟弟，我们全家人可以说是对她掏心掏肺。从她嫁给我爸那天起，她就没出去上过1天班。我们不嫌弃她没本事没教养，她住着大别墅，吃着保姆做的山珍海味，每年她还有500万的零花钱。我和弟弟们努力工作，个个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就是为了让她面上有光。而她呢，她因为一点误会就叛出家门，到今天都杳无音讯。果然是他，我的好儿子。在他的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规矩、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既然你想让我被万人唾骂，那我就给你好好的唱一首。这就是我的故事，怎么样？你可以原创一首歌吗？当然可以。兄弟们，你们听1001夜没有？这个投稿人的妈妈，她简直不是个东西啊！就是，家里人都这么努力让他享福，可他却一点都不知足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像大哥呀？他不会再给电台打电话吧？这位听众，根据你的故事，我为你创作一首歌。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一些关于你妈妈的问题。我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想听听看。没问题，你问。你说你们一家对她掏心掏肺，还给她住大别墅，那你还记得她住在哪个房间吗？当然记得，她住在……我怎么不记得妈住在哪里？爸妈不睡在一起好多年，2楼好像是夏彻和爸的，3楼是我和陈州的。妈在
地下室。原来你所谓的大别墅就是地下室啊！是这样的，我和我几个弟弟太吵了，地下室又很安静，绝对听不到任何声音，所以就给了他地下室住。这是为了让他睡一个好觉，这都是为他好。这哪有让自己亲妈住地下室的呀？哎呀，那你说一年给他500万的生活费，有转账记录吗？你说的山珍海味，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妈妈最喜欢吃什么？为什么？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这投稿人不会在撒谎吧？这家人真不是个东西，肯定在节目组里胡说八道。这位听众，根据你的故事，我给你原创一首歌曲，希望你听好了。这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创作出什么好歌来？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真的能原创出一首歌？这是什么水准？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是个演员，说我故意设计这些情节。我是真的很爱我妈才这么做的，我还不是希望自己的妈妈能跟思思阿姨你一样，绽放出女性魅力。兄弟们，你听听这词儿，难过的太表面，像是没天赋的演员。哎呀，漂亮啊！哎呀，他这是在质疑大哥的真心。大哥这么好，他也配？他这是质疑我的伤心和痛苦吗？他又知道些什么？我对我妈妈的爱是真的。爽，就应该狠狠打他的脸。什么人呢？这是？不是，这跟我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我不承认，我不承认！这是说我没有底线吗？啊？难道我的妈也是这么想的吗？我是真的为我妈好才会这么做的。对啊，这个人要是真爱他妈妈，怎么会在节目里这么诋毁他？我看那个妈妈才是真的可怜，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竟然还这样对待他，就该跟那一家子人分开。他这是在说我装模作样，说我假惺惺。哎，部长，你快看，涨了，又涨了，突破5000万了啊！这删掉那些情节，让你看上去体面。他这是说我胡编乱造，说我故意抹黑我妈。他这是质疑我对我妈的爱。我那是出于对她的爱，才会希望她越来越好。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爱她。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钱和资源都不要，
执意要回贫民窟，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他这歌是造谣，根本就是造谣，跟我的故事完全都对不上。这歌我不认，我不认！这歌我不认，我不认！不可能，不可能！我对我妈这么好，她怎么敢质疑我对我妈的爱呢？思思阿姨，我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电台主持人，你陪我一起去吧！啊，林峰，我马上就要和未来娱乐的顾总签约了，我先走了。你不去，我自己去。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向世涵，5000万呢！我们的电台在最高时段收听率达到了5000万，我们创造了历史，太好了呀！不负众望。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电台的电话现在已经被打爆了，大家都说你创造了2首金曲，无数的娱乐公司都想约着见你一面呢。你现在的签约费可是达到了3000万，3000万的高价呀！是吗？啊，哎呀，真棒啊！你这，现在夏凌风恐怕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3首金曲估计也能撼动李思思的地位了。接下来便剩下了商业奇才下车，我的好儿子，等着我的狙击吧。让开！不好意思，请问有预约吗？我是省台的夏凌风，我来你们市台见一个小小的主播，还需要预约。你这算什么？你看，这些都是找他的。你说今天向世涵会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呀？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他可是未来之星。这是景泰娱乐的记者，那是滚碟娱乐的王董，连大夏第一娱乐公司造型厂的总裁也来了。这一个小小的主持人，阵仗还真够大的呀，居然惊动了这么多大人物。你就是那个2天写出3首金曲的电台主持人？没错，是我。你好，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我叫顾廷洲，我想跟你合作。向诗涵小姐，你愿意跟我签约吗？未来娱乐的总裁，当时李思思就是利用我写的歌，成功签约了未来娱乐，一路坦途。怎么他要和我签约？今天不是李思思签约的日子吗？啊，顾总，我没听错吧？你这么大的娱乐公司要签约我们家向诗涵？没错，我在电台听过你的歌，不光是现场创作，还能根据观众的故事再创作，还首首都是金曲。只要你同意跟我签约，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成为家喻户晓大明星。啊，这可不行啊！向诗涵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怎么能跟你签约？向诗涵的违约金我可以赔，而且我会再多付1个亿的签约费。1个亿？1个亿算什么？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每天不得有10几万，是不是？向诗涵小姐这么有才华，您就愿意把她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电台吗？梦妮，我跟你说，向诗涵可是咱们电台的宝贝，台柱子，你想尽一切办法都得给我留住，听到没？部长，你说的对。向诗涵，你走吧。梦天，你说什么呢？他走了，我们台怎么办？你真的愿意让我走啊？他说的对嘛，你在我们公司只能当一个小小的主持人，没有什么前途的。这未来娱乐这么大的公司，抛来的橄榄枝也不常见，我不想拖累你。
你放心，就算我离开电台，我也不会不管你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鬼吹灯的故事我已经写好了，到时候我把稿件留给你。我相信收视率不会下降多少，最起码打败夏凌风的电台不成问题。哎呀，向诗涵，太好了，谢谢你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咱们台不用倒闭了啊！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么会不管你呢？这么说，您同意跟我签约了？没错，不过我不要你1个亿的签约费。不要1个亿的签约费？我要你未来娱乐50%的股份。什么？50%的股份？你知道未来娱乐50%的股份值多少吗？100亿呀！向诗涵小姐，即使你有很高的才华，很好的嗓音，但你一个小小的歌手，不能这么狮子大开口啊！谁说我只能是一个小歌手？我要带着我的歌入股未来娱乐。这2首歌，它可值不了100亿呀！谁有说只有2首歌呢？我要用200首、2000首这样的金曲，以及我个人的商业价值。2000首金曲，好，我可以跟你签约，但是你得向我保证你的价值。部长，我们电台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刘天王正式邀请向诗涵给他量身定制1首歌，他愿意出资1000万。顾天王也打来电话，想要和向诗涵小姐合作，还有天歌天后。我这边接到了10几位知名经纪人的电话，他们都要和向诗涵小姐合作。顾总，现在还需要我证明我的价值吗？不需要了，我马上准备合同。向诗涵小姐，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太好了，太好了！您请。不是你们未来娱乐让我来的吗？顾廷舟顾总呢？不好意思啊，我们顾总有急事。我可是堂堂天后，你们就这个态度对我？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可以先回去啊。什么时候出来？保安出来了。不好意思，各位都先请回吧。我好久了，我就知道今天采访不到的。走吧走吧。顾总，等我这2天交接完电台工作以后，我们再联系。好。妈，怎么会是你啊？你不会在这个小电台工作吧？没错，我就是在这小电台工作。还好是我先找到你的。等一下你就跟我回家。我承认了，我们之前是对你有些误会，不过那都是因为爱你，所以才会对你那么严厉。爱我，在你眼里心里恐怕只有思思阿姨吧。妈，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明白我对你的苦心啊？我之所以会这么做，是为了让你不会被社会淘汰。算了，我们不要在这里解释。那1000零一夜的主持人呢？他在哪儿？我要见他。我便是你要找的那个主持人，什么事说吧。不是，妈，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嫌弃过你，只会洗衣做饭，但你懂创作吗？之前你抢了李思思阿姨的创作，我可什么都没再说。你现在怎么能骗我呢？啊！果然，我告诉你了，你也不信。不是吗？你是不知道，那位主持人连续创作出了3首金曲，短短时间内就创造了历史收听记录，还写出了那么好的故事。以他的实力啊，就算是思思阿姨来也自愧不如的。你怎么能屡次撒谎，来诓骗我呢？连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出他的实力，你作为他的儿子，竟然不相信他。这果然呐，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即使是向诗涵说的没错，你也不相信他。我可以作证，向诗涵就是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妈，既然真的是你，你写出了那么好的故事，还在短短时间内
创作出了那么好的金曲。哎呀，你要是有这样的实力，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我刚刚说了，你信了吗？是我之前忽略了你。不过妈，看来你也很想像思思阿姨一样发光发热呀。那这样，你就别在这个破电台工作了，跟我回家，为我写词，为我写歌。我保证，我会让你像思思阿姨一样优秀的。啊！原来你是想让我回去给你写歌呀？如果我没有歌，你可能想都不会想起我。哎呀，妈，我这也不是为你以后的职业发展考虑。那这样，我代表此生有你，我每年给你1000万的薪资。哎呀，果然是自不量力呀！恐怕你这后边还少个0吧？啊？一个新人1000万，我还是看在她是我妈的份上才给的高价。1个亿，就算是歌坛天后李思思来了，她也不值这个价钱。那你就不知道了，你妈妈的身价现在是1个亿，就你那点钱打发叫花子呢。妈，我知道你是有点创作能力的，但是你也不能联合外人来一起诓骗你儿子。骗？难道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满嘴谎言的骗子？你何曾对我有过半分信任？你对李思思也会有这样的成见吗？妈，对不起，之前是我们错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之前欠你的，我们都会好好弥补你的。你跟我回家，好不好？我没用的时候，你把我一脚踹开；现在我有用了，你想让我跟你回去？别做梦了！能让一个母亲心寒成这样，你们夏家还真是有眼无珠啊！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保安！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妈！放开！滚蛋！妈，你就这么欺负我大哥是吧？我劝你，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家去。如果我现在没有用，你还会亲自来找我吗？哎，别以为你开个跑车你就能……哎，让他们自己解决吧。够了！这么多年，我们家对你不好吗？妈，你不要觉得你现在有点才能就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不跟我回家，以后你也不用回来了。大哥，我们走。可是什么？这样的妈不要也罢。自私，从来没想过为这个家付出一丝一毫。哥，没事吧？妈，妈，妈，思涵，走开呀！大哥，要不是因为你俩，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自己不小心的。你快别说了。妈，你怎么样了？不小心？要不是因为救你俩，他会受伤吗？哎呀，行了，救人要紧，赶紧叫救护车。诗涵现在伤势很重，不能移动。怎么成这个样子？这钢筋要切掉一部分才能移动。医生，那就切吧。哎，怎么是你啊？前段时间不是刚到我们医院确诊了胃癌吗？什么？胃癌？他长时间吃剩饭剩菜，严重营养不良，而且胃是情绪器官，心情严重抑郁，所以才造成了胃癌。不过还好，发现的早，
还有的救。不过你长期吃特效药，不能和其他药物混合，所以打不了麻药啊。谁是家属？签下字。我是他儿子，我来签字。你就是他儿子？不是我说你，看你穿的挺不错的，没想到却给妈妈吃些残羹剩饭，造成了胃癌。哼！一个商业新贵，一个大明星，一个天才主持人，竟然让自己的妈得胃癌！你们不脸红，我都替你们脸红！这不可能啊！我爸给每个家人每年500万生活费，我夏家还有私人医生，怎么会让我妈吃剩饭，会让她得胃癌呢？我有没有拿那钱？你们不清楚吗？哥，你妈的生活费已经断了。爸说过，她没有工作，花不到那么多钱。可是你没长嘴吗？你不知道自己要吗？我张嘴要，又变成你们村里只知道钱财的废物。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医生，你别理他们，赶紧动手吧。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虚伪，是我假清高，是我害惨了他。妈，病人得尽快进行手术，必须马上进行转移。我是他儿子，我陪他一起去。你滚开！装什么装？向诗涵，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子，你们陪着去，我还嫌你们脏了救护车的路呢。医生，快走！哥，你也不用太担心，可能没那么严重，是他自己装的。实在不行，我让保镖把他给保回来。妈，他还会再回来吗？怎么还没来呢？把我叫过来说签约，结果就把我晾在这里。李天后，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终于有时间了，签约合同准备好了吗？实在是抱歉啊，我刚刚接到我们顾总的电话，他现在有急事，请你先离开吧。你们让我来就来，让我走我就得走。我告诉你，现在外面公司多的是，抢着和我合作。你们要再是这种态度，那签约金就不是区区5000万能解决的了。既然这样，那干脆就不用签了。还没成为大牌呢，就开始学会耍大牌了。顾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你怎么能说毁约就毁约呢？之前我是看中你的创作才华，所以愿意花5000万的签约金。可我每次让你来现场创作，你总是推三阻四。那请问，我为什么要花5000万去请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垃圾？顾总，我才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天后。再说了，现场创作那也太难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首歌，那得是天才啊！放眼这娱乐圈，能有几个人能做到？你的闺蜜向诗涵，她就可以做到。向诗涵，她就是一个废物。顾总，你可不要被她骗了。你为什么要签约一个废物呢？她是不是废物，我想你更清楚。还有，我为什么签她，没必要向你解释。有你这样的闺蜜，真是倒了大霉了。滚吧！
你大哥的电台收听率怎么会一落千丈呢？他不是行业断层领先第一的吗？还有，你思思阿姨给他写的稿子，怎么就这么轻易被人超越了呢？可惜了，那个1001夜的新主持人写了恐怖故事，还创作了2首金曲，横空出世，现在都已经是行业第1名。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吗？谁？向诗涵？怎么可能啊！你妈她20多年连门都没出过，怎么可能会创作？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没错，的确是妈。我们之前对妈的偏见太大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她的全部实力。爸，妈她重伤住院，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她呀？死了没？没死看啥？爸，毕竟她是您的妻子啊！放屁！哪有她这样的妻子？爸，妈她得了胃癌。什么？医生说，她吃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她已经得了胃癌。不过好在是早期，还有的救。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把妈妈照顾好。怎么会这样呢？管家，怎么回事啊？我夏家还能把他饿着了不成？先生，您说了，虽然我们夏家现在日子好起来了，但不能让夫人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得让她习惯吃苦。我就没有单独给夫人做饭，你们也基本上不在家里吃饭，夫人也没什么钱，只能吃些剩饭剩菜。怎么？哦，你的意思是说我虐待他？要怪就怪他那性格太过于沉闷，他一天到晚连话都不说。他要是说话的话，我怎么可能不给他吃饭？行了，以后大不了对他好点就是了。下去吧。这些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妈的伤势。他说的对，我们真的不爱她，更不尊敬她，也无人在意她。爸，不管怎么样，妈她现在受了伤，住着院，我们不应该过去看她吗？不是吗？向诗涵，你夺走我的签约门都没有。思思，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没事的，夏凡，只是诗涵他抢走了我和未来娱乐的签约合同。啊？什么？他抢你的合同？他不是在电台当个小主持人吗？诗涵恐怕不想让我和未来娱乐签约，可是他明明知道唱歌是我一辈子的梦想，但是他还是让顾廷舟拒绝和我签约。这个向诗涵真是太过分了。所以你们就这么确定是妈不让思思阿姨签约的？为什么就不能是公司没看到思思阿姨的能力呢？你们到现在对妈的偏见还是太大了一些吧？凌风，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稿子写的没有你妈妈好，我就彻底没用了？大哥，你也太过分了。前一阵子妈对思思阿姨的态度是什么样子，你也看到了。现在思思阿姨丢了合同，你还要指责思思阿姨吗？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要什么事都怪在妈的头上。就是，不就是2首歌吗？说不定妈只是运气好，或者是有高人指点。所以，你们都还是不肯相信妈有实力。你们一个个亲眼看着她，把一个小电台从籍籍无名做到了遥遥领先第1名，你们都还是不相信妈有实力。你们对妈的偏见，是不是应该放一放？啊？
行了，那么大声干什么？吵死了！爸，那你知道吗？妈这几年在我们家，她过的是什么日子？过的什么日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虐待她？我们怎么对她不好了？我们对她好吗？我们全家人把她当成一个佣人，让她洗衣服，让她做饭，让她打扫卫生，让她住地下室，从来没给她用过零花钱。我们对她好吗？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挣钱，让她住大房子，她连班都不用上，给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怎么了？是啊，别人可说了，妈的命可是很好的，生了我们3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怎么她不知足吗？你们，我说的对，她的努力始终凿不穿你们的偏见，是我错了，可惜我发现的太晚了。行了，你们要是不放心她，把她接回来就行了。只要她以后还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大不了对她好点就是了。哎呀，行了行了，大哥别难过了，我们现在去把她接回来不就好了？出去这么多天了，也是时候想点我们的好了。那你们觉得，妈，她还会回来吗？诗涵，你的伤还没彻底好呢，怎么不多休息几天？好的差不多了，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把合同签一下。现在我想要给你写几首歌，给你签约的歌手，帮他们打开名气。现在，在这儿？是的。哦。写好了。这么快就写好了？诗涵，是这样啊，我要的呢是正儿八经的金曲，不是随随便便一首歌就能糊弄我的。看看就知道了。好，看看。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金曲，真是金曲啊！而且这首歌的曲调特别符合天王的声音，真是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创作出一首金曲，看来啊，我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啊！谢谢顾总，我听说你因为我没有跟李思思签约。是啊，而且听圈内的人说有枪手替李思思写歌，现在看来啊，他也就是个绣花枕头罢了。枪手？你也认为那些歌不是他写的？没错。之前我私底下跟李思思有过接触，我认为以她的人品和才华，根本写不出那样的金曲，所以没签她，才签了你吗？现在看来啊，我真的是捡到宝了。看样子，就算是偷了我的东西，李思思也照样成不了才。不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谢谢顾总的赞美，这只是开始。你放心，我不会让你那50%的股份亏了的。1周后，我再给你10首这样的歌。那太好了。有了这样的金曲，像李思思那样的歌手，我可以培养无数个。1周后见。好，1周后见。哎呀，太好了！现在李思思的地位已经被撼动，夏凌风也失去了天才主持人的称号，夏家恐怕已经急了。妈，爸让你跟我们回家。他让我回我就得回啊！我已经说过了，我跟你们夏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妈，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好，没有在乎你的感受，但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那样了。妈，你就跟我们回家好不好？你少在那假惺惺的！呸！
我就不该叫你一声妈，嚣张什么呀？我们都亲自来接你了，你还要怎样？我还想怎样？我想让你们身败名裂，陷入泥潭。我让你们把欠我的通通都还给我。就算你背靠未来娱乐，凭我们夏家的能耐，雪藏你一个小小歌手，不是什么难事。离开了夏家，你在江城再无立足之地。没关系，就算你们夏家要放弃他，我顾廷周绝不会放弃他。顾廷周，未来娱乐的顾总。顾总，我妈她就是运气好，创作2首金曲，她就是一个废物。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废物跟我们夏家作对？小彻，闭嘴！在我看来，像你这种没有眼力劲儿的东西才是废物。顾总，你就这么看好他？没错，你们不要的，我要。向诗涵，我已经准备好了，7日之后会为你举办宴会，届时会邀请江城所有的名流为你打开名气。听见了吗？离开夏家，整个江城都是我的容身之处。你们还不快滚！向诗涵，你会后悔的。后悔？我后悔没有早一点离开夏家，没能早一点看清楚你们这群白眼狼。顾总，我们走吧。哥，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了？好了，本来也是我们，对不起我们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不想回也得回来。7天之后，我会给你和思思阿姨举办一个宴会，到时候会邀请江城所有明星们。妈不是想当明星想疯了吗？那我就让她这辈子都得暗闪无光。喂，刘天王你好，我是夏氏集团的夏彻。7天后，我们夏家会举办一个金曲交流会，到时候希望你来参加。好的，夏总，到时候我一定到场。好。刘天王你好，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顾廷周，我想要跟你寻求合作。合作？这是未来娱乐特意为您打造的金曲，您可以看看。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好词啊，好曲啊！这只要一经推出，肯定能震惊整个乐坛啊！您要是有意向合作，7日后我们在龙鼎酒店举办的金曲交流会上协商日后的事宜。好的，你放心，到时候一定去，一定去。喂，王天浩。喂，王天浩你好，我是夏氏集团的夏彻。7天后，我们夏氏集团会在龙鼎酒店举办一个金曲交流会，到时候希望您来参加。那就7天后见喽，夏总。好。喂，王天后，我是未来娱乐的，我们给你送了一首量身定制的金曲。什么？未来娱乐给我送来一首量身定制的金曲？人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耶！喂，周先生。对，是我。7天后，我们打算开一个金曲交流会，您到时候可得上点来。喂，杨小姐。喂，韩女士。喂，李影帝。喂，王先生。对，是我夏彻。7天后，我们这个金曲交流会，您这……好，那我们就说定了，到时候不见不散。今天来的都是娱乐圈里数1数2的大人物，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把人给我招待好。是。你也在这儿。你们也在这儿。诗涵，你该不会是想借着今天的机会参加金曲交流大会，借着夏家的权利来给自己铺路吧？放心，
就算没有你们夏家的资源，诗涵照样可以成为最闪耀的那颗星。顾总，您别开玩笑了，一会儿看到你们的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那岂不尴尬？这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们邀请的人不是也一个都没来吗？你们就这么确定他们来参加的一定是你们邀请的金曲交流会吗？刘天王到。刘天王，顾总，实在不好意思，我……没关系的，不要紧，您先请吧。行，那我就先进去了。天后到。王天后，不好意思啊，顾总，我……没关系，没关系，我能理解。那您先进去。好的，那我就先进去了。向诗涵，看到了吗？天王天后只是刚才路上堵车耽误了时间，他们对小车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是吗？那我还真是要恭喜你们了。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夏家的号召力。你要是识相的话，现在就快点回家，否则就算你在这儿把脚底板站穿，也等不到你想要的。妈，人都被小彻拉拢过来了，咱们呢还是不要在这里丢脸了，跟我回家吧。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的。妈，只要你跟我回家，等会在宴会上我会给你介绍各种名流权贵，实现你的梦想。是吗？这么说还要谢谢你啊。别理他们了，我们先进去吧。好。装模作样，真想看到一会儿他们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的表情。思思阿姨，你还是少说两句吧。行了，我们的客人都来的差不多了，我们快进去吧。我已经等不及，想看到等会儿他们知道自己的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走，迎接咱们自己的贵客去。怎么一个人也没有？这是怎么了？这不可能啊！我们明明都有提前跟他们商量好的，是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难道他们都去向诗涵那边了？他们一定是走错了，他们都答应我了。啊，对，一定是被那群不靠谱的服务生给引错了。小彻，我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请回来。好，不枉费心劳神这么久。走。顾总，哎，王总，欢迎啊！请坐。这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好，给我站住！你们又想干什么？我说你怎么那么有自信？原来是让那些服务生把我请的都请到你们厅了。诗涵，你再怎么想出名也不能这样啊！你们就这么确定他们是被我诓骗过来的？不是你，还能是谁？听见了吗？在你们眼里，我永远都是那个没有教养的人，无论我怎么做、怎么说都没有用。妈，不是，大哥，别跟他讲那么多，我现在就进去，让他继续逞能。各位，怎么了？各位都是走错了吧？夏总，这两个宴会厅离得实在是太近了，那边那个宴会厅才是我给大家准备的金曲交流大会，这个宴会厅啊是顾廷中给向诗涵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准备的。各位，还是跟我过去吧。那个，夏总没得到消息吗？什么消息啊？我们呢，的确答应了向诗涵和顾总，所以才来了这个宴会厅，所以没走错。你答应了他们，你不是答应我的吗？嗨，那个，这也不能怪我呀，实在是向诗涵女士为我量身打造了一首金曲，我要是不来，这歌就被别人抢走了。向诗涵，
给你创作。没错，那首歌呢完全贴合我的声线，而且那词和曲一经发布，绝对大爆。对，还给我写过一首甜歌呢，《第一次爱的人》。你们都有吗？有，我们都有。这怎么可能呢？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这么多首歌曲，还个个都是金曲。我有没有实力，你李思思不清楚吗？你这些年的成名曲，哪一首不是我写的？你这些年的成名曲，哪一首不是我写的？你胡说什么？我胡说。你是不是又想说我污蔑你，说我无中生有，我抹黑你？李思思，你要是真的有真才实学，有创作的才华，那不如创作一首试试看。创作需要时间，需要灵感，还需要氛围感，怎么可能说创作就创作出来呢？你不是自诩为创作的天才吗？不是什么题材都能创作吗？那你现在创作呀？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这些年的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妈写的，是我们对她成见太大了，导致一直不肯相信她，一直冤枉她。不可能，他给他们创作的那些金曲，绝对是顾廷舟找别人创作的。你们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实力是吧？那好，你不是想跟我比文化素养、文字底蕴吗？我跟你比，拿笔来。他这是要现场写歌？向诗涵，我劝你还是别在这丢人了。要是一块写不出来，你这张脸可就要丢遍娱乐圈了。就你还真想证明自己，别到时候写出一首烂歌来，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是你儿子。我创作好了。这么快？别到时候写个烂歌，那我可不认。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不是苏轼的词吗？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都什么东西啊？向诗涵，你别以为你会背几句古诗词就会写歌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哇，天籁之音啊，唱得真不错呀！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这竟然真的是一首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唱歌竟然这么好听？我舞弄情意，何似在人间？这不算，这不算，这只不过就是古诗词堆砌罢了。拿别人的诗当成自己的歌词，那也不过就这点水平。你说这没水平，要不你也拿首诗现场唱出来？仍有悲欢离合。这也算是一首金曲，是这个词好，他占了便宜吧？哼，跳梁小丑，这创作能力，幸好我答应他了，能和他合作真是我的荣幸啊！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哇，这也太好听了！这可比那李思思唱的好听多了。现在你们愿意承认向诗涵的实力了吗？是我错了，是我们误会妈妈了。
我们明明就知道他有创作实力，可我们一直不相信他呀。妈，你有这种实力，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早点拿出来，帮助夏家早日登顶，我们还会对你不好吗？我看你就是自私，就是自利。我自私自利，没错。你有这份能力，为什么不帮大哥多写写稿子，不帮思思阿姨多写写金曲？这样的话，他们在他们的领域早就是第一了。小彻，别说了，我就说，你就是自私，就是自利。你有这份创作能力，还不都是从夏家走出来？你哪怕拿这份能力回馈夏家一点，就这么一点点，夏家早就飞黄腾达了。我没帮助过你吗？这些年你们发布的金曲、电台的演讲稿，还有你下车的商业企划，哪个不是我写的？飘雪，这竟然是向诗涵写的。这不是李思思获得天后奖项时声称自己原创的歌曲吗？这不是让我获得金牌主持人称号的那篇稿子吗？那次直播就是这篇稿子，让我收听率破了1000万，让我成为大家眼中的天才主持人。原来这都是妈的功劳。这是我的剧本，我就是凭借它获得影帝。妈，这是我的商业策划书，这是我在19岁时拿下城南项目的商业策划书。还有这个，这是我在20岁时打败对手的转型建议。这是我在21岁时，这些都是思思阿姨给我写的呀。难道是我错了？是我们错了吗？原来这都是您的功劳，我们不应该不信您。妈，我们错了。现在知道错了，晚了。这些年我给你们的，也是时候收回来了。